这一期呢测的是春风675三缸机的油耗，还有前后减震的预载阻尼调节的幅度到底如何，还有低转速小油门开度的平顺性，以及发动机的震动。这台车的震动是不输于同级别的四缸机的，甚至还优于某些车型。高转速下震动也不算特别明显。排量相近的三缸机和四缸机到底哪个更加省油呢？看完这一期呢就有答案了。出发前呢把油箱加满。首先测的是以85到90的速度匀速巡航，把小气体型表都清零。春风的仪表在这台车上面是做的比较好的，各项的排版、清晰度以及响应的速度都做的比较好。500SR 那台呢，转速表看起来就没有那么方便了。这台车加速体感是要比四缸机要猛的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小油门开度能不能做到平顺。刚才定的速度14、17和21，还是能比较平稳的行驶的。如果 ECU 调教比较粗糙的话，这方面的细腻程度是做的比较差的。赛道测试呢，油门都是60%以上的开度，所以还是需要各个工况下的油门开度都要测一遍。因为这个动力买这台车的人，大多数都是60%以下的油门开度去开，所以街道测试对我们消费者购买更加具有参考意义。这台车一档油门拧大一点，动力就翘头了。加速体感方面呢，三缸机是优于同排量的四缸机的。之前我就说了，555到850的排量，三缸机呢是最折中的。好，现在继续回到油耗测试。这台车表显90的时候，转速大概在3600转左右，最终跑了116.99公里，平均速度是72.3，总共消耗掉了4.31升的油，算出来的平均油耗是3.68升，比自家的500SR还要省油，但是又比自家800的 NT-X 要费油，所以排量大不一定费油，排量小不一定省油。而以55到60的速度匀速巡航呢，跑了114.06公里，总共消耗掉了4.08升的油，算出来的平均油耗是3.58升。虽然已经很省油了，但是还是没有日本的四缸机省油。主要的原因还是小油门开度的动力平顺性，日系车呢会更加细腻，从驾驶的体验感也能感觉出来。但是差距已经没有前2年那么大了，已经在慢慢接近了。尤其是800 NT-X 那台，应该是我测过春风的车型中调的是最接近进口品牌的。不过呢，它配的是电子油门，所以要和其他竞争对手形成代差，必须要上功能更加强大的电子油门，前提是有能力调得好。电子油门和节气门呢，那么动力模式、TC、驾驶体验感等等都会有相应的提升，这也是未来的趋势。这台车的后减震、预载和回弹可调，压缩阻尼呢没办法调，而前减震呢、预载、压缩、回弹都可调。好，现在我们试一下预载、压缩、回弹调到最软，明显可以看到上去也快，下来也快，而且减震上到最高点的时候余弹也多。高速行驶呢，车辆的稳定性会欠缺。好，现在是压缩回弹调到最硬的状态，对比一下，同样的力呢，压下去的速度会减缓很多，而且回弹上来的速度呢也变缓了，既提供了支撑性呢，又提供了稳定性。因为在赛道上经常需要重刹的，如果压缩阻尼不够的话，减震很容易瞬间砸到底的，减震触底，轮胎会瞬间承受一个很大的力，这时候车辆会变得异常的不稳定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运动性能强的车子减震的阻尼都比较硬，原因之一就是这个。但是呢，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春风675这台车，它压缩和回弹都有2-3段，回弹阻尼呢从0调到尾，差别呢非常小，而压缩阻尼呢从软调硬，0到15段、16段区别都不是很大，后面那7、8段才有明显的变化。预载呢也是，我希望的是这台车的原因。前减震呢我调到了20段，后减震的回弹呢我调到了18段，预载呢3/5的位置，在运动性和舒适性比较折中的调法。最后总结一下这台车吧，675是春风目前仿赛中最强的，动力性能和运动性能都可圈可点，坐姿呢也比较战斗，日常骑行呢会比较累，发动机的运行情况和震动和油耗在国产车里面都算做得很好的，做工和漆水也是春风仿赛里面做得最出色的。减震呢调节的范围比较窄， ECU 的细腻的程度还有升级的空间，还有 TC 的设置 TC1 与 TC2 区别不是很大，其他的表现呢都还算良好。
只要这台车没什么大的故障率，算是一台比较成功的车型了。不过它偏战斗的骑行姿势，就筛选掉一部分的人了。好消息的是，675的街车快来了。不过在中国街车的热度没有 ADV 来得高，也希望出675 ADV 或者旅行车车型。这台发动机算是比较成功的，而且发力的特性也符合街车和 ADV 车型，估计是一个走量的平台。